来到 Angels Radio 天使广播。今天的主题是：我们之间还有机会吗？对方的想法与状态，我该如何去面对？那这是一个关于伴侣关系、亲密连结以及婚姻状态的爱情主题占卜。那本支影片呢，也是无时间限制的大众占卜。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个当下对这个题目有所感应，那么这段讯息相信就是宇宙想要你听见的提醒。那现在呢，你可以深呼吸，把注意力带回自己身上，静心的默想这个题目，想象你与对方之间的关系质地。那接着呢，从画面中选择一组你最有感觉的牌面或是位置。准备好了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每组牌的解释，一起来看看吧。好，选到选项1的朋友，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之间还有机会吗？那我们会先看一下，就是对方跟你目前的现况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你现在的情况啊，其实是一种还没有办法完全从这段感情中抽离，其实应该是有点伤心，然后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的一个情况。然后而且你可能也觉得非常的疲惫，然后因为可能在这段关系中也受了蛮多的伤，然后所以也正处在一种观望或者是比较保护自己的状态。那但是你其实有可能其实是非常想要那种很完美的恋情，然后会希望这段爱情可以带来给你很多的滋润啊，然后跟情感的丰沛的感受的。可是其实你会开始害怕真正的情感交流，因为你现在目前就处在一种很防备，然后觉得想要先把自己保护好的状态。可能是过去的创伤的经验让你在面对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有了这样子的防备感，但也有可能就是你在这一段关系中一直觉得很疲累，然后可能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可是都没有得到那个回应，而觉得不想要再继续付出，想要先让自己的状态是比较平稳下来的，然后好好的疗伤的状态。那对方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的状态是比较，就是对于你而言，其实他是一个蛮强势的人，然后可能行动力也很强，很积极，在事业方面或者是很多方面可能都蛮负责任，然后是一个目标感然后目的性比较强的人。所以这样子的人在相处的情况下，可能也会给你一种比较大的掌控感，然后会让你可能有一些压力这样子。那对方目前对你的感受呢，其实是正在评估这段关系的状态，就是他在评估就是过去的付出啊，是不是值得继续投入。就是你的状态是一个正在自我保护，你想要停止就是付出，或者是继续去关爱对方，然后想把某些东西先收回来，把自己照顾好的状态。那对方其实也在评估这段关系的某种品质，是他值得继续投入的吗？那因为其实你们的关系有一种在金钱或是物质的这种关系上面，可能有一个比较不平等的状态，然后可能对方可能是比较照顾你的那一方，或者是说他觉得
你们之间的付出不太平等，不太均衡。那这都是会让你们两个现在就是你可能很想要，你可能很有可能是想要开启一段新的关系，然后或者是说你很渴望得到在这份关系中继续的还是可以得到情感上的滋润，而不是只有就是物质啊，或者是比如说像照顾这种比较实质的，而不是那种情绪或情感上的东西。就是你想要的其实是比较情感上，而不是只是实质的物质的照顾或是资源。那你们两个目前的关系的样态啊，就是处在一个感受上应该是对方可能照顾你比较多，或者是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一方照顾另一方，就是它是有一个不是很平等的关系的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有一个人照顾另外一个人，那我们就会觉得那个照顾跟被照顾者的角色其实会有一点点像是可能大一点的哥哥照顾妹妹，或者是可能妈妈照顾孩子，这样子他都会有一个角色上会没有那么平等的关系。那我们在讲到关系它的平衡的时候，有时候它是一种比较像是两个人互相彼此尊重平等的关系，但是这个还是要取决于你们，就是你的个人选择。那只是说以这组牌来看呢，就是你们的关系是有这样子的失衡，可能是对方觉得付出不太平衡，或者是你觉得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一份关爱。那我们接下来看，就是可能关系中还有什么潜在的一些状况。那关系中潜在的状况，从牌面上来看，主要是可能对方或是你们的重心其实目前都放在工作，或者是赚钱，或者是稳定自己的可能是物质基础有关，所以你们目前可能没有太多的心力去处理情感方面的议题。然后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因为可能你们两个人在物质基础上不太平衡，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潜在的关系，或者是说你们对于金钱的观念不太一样，这也是让你们可能之间有一个蛮大的分歧点，然后不太平衡。那其实这段关系呢，我其实看起来会觉得你们之间有比较多的面向是要一直去处理，就是依赖跟去照顾一个人，然后去被支持，就是要从那个依赖跳脱出来，而变成是一种可以互相支持、互相依靠的关系。但是因为你们目前可能都把重心放在外在的物质上面，可能是工作或者是技能啊上面，然后导致于你们之间在情感面上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坐下来讨论，然后可能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处理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那从牌面上来看的话呢，关系未来3个月内的走向，就还是会维持在这个逆位钱币期，就是对方或你都还在观望这一段关系的状态。
就是两个人可能都还在观察说这个回报这个投入是能够回收的吗？那会是我预期的吗？或者是它能够变好吗？所以两个人其实都还在一个友谊的状态。不过就是其实这组牌呢，想要带给选项1的朋友们很大的一个主要的提醒，其实就是你要先找到自己的自我价值是什么，然后去先好好的照顾自己，让自己感觉到舒服，然后在这个感情关系中去学会说，其实自我照顾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把自己或者是对方的责任就是混淆。那就是这段关系其实对你灵性成长的意义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来看看，就是这一组牌到底宇宙要给你什么样的祝福跟提醒。那他想要告诉你的其实是你可以放轻松，然后好好的去先享受一下玩乐的感觉，可能是跟3、5好友聚聚啊，聊聊天，然后或者是说去把自己的心事讲出来，然后去听听朋友的意见，然后可能出去看个电影，或出去海边走走，然后也会提醒你在关系中呢，找到那个平衡点，就是那个没有谁依靠谁，然后是两个人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的位置上。那还有一点就是你在这一段感情中，我觉得会越来越知道如何自处，然后知道说在情感面向上，我们有很多个东西需要去注意。我们要跟一个人走得长远，或是我们要跟一个人的关系是稳定的，其实它有很多细节需要去看见。那这都是在每一段关系中，我们会慢慢的学会，然后慢慢从这些经验中去体会，然后领悟的。所以它绝对不会是什么一触可及的事情，它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宇宙也想要告诉你，就是给自己多一些耐心，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从这个情感关系中学习到就是你应该学习的，然后你也会成为一个更棒的自己。虽然你现在已经很棒了，那宇宙也想要提醒你的是，在过多的幻想与不切实际的状态里面呢，他想要告诉你的是，就是我觉得幻想是很美好的，但是呢，他想要提醒你，就是避免去理想化可能对象，或者是理想化关系，而是去看见真实的关系的质地，然后两个人如何相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经营的。那也不会说就是一下子就要你马上达到这个就是关系的平衡，但是接下来你可以从这段讯息中慢慢的去咀嚼，然后慢慢的去可能自我调整，然后把自己调整成一个就是不管遇到谁，我都会成为一个很棒的对象，然后连你自己可能照镜子的时候都会很想要跟自己谈恋爱的状态。那我觉得这才会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谈感情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必须从感情关系中去找到那一个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想要经营的关系的样态。那你会从这一段经历中，然后慢慢得到你灵魂最想要的那一个样子。那最后呢，想要给选项1的朋友们的一个灵魂指引的讯息，
那这段关系其实带给你们的，其实是一种渴望，很强烈的欲望跟情感波动，所以它也会成为你灵魂转化的一个很大的试炼，因为你可能会在这段关系中体验到等待啊、渴望、失落或希望的交织，就是起伏非常的大。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学会将这个情感呢净化，然后将依附呢转化为自由的爱，在这一个依赖依附的状态下呢，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然后呢体验到这一种自由自在，然后不拘束跟自己非常坚强独立的状态。那宇宙呢，其实并不会要你一定要你放下这段感情，或者是执着在这一段关系中，而是只是要你希望你学会真正的爱其实是自由，是无条件的爱。所以我觉得选项1的朋友们，就是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呢好好的看看自己，然后看看这段关系。那希望以上的讯息呢对你们有所帮助。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读风格，那也欢迎订阅我，或者是留言分享你心中的感受。那我们就下次见咯。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第2个选项，然后选到选项2的朋友，你跟那个目前情感关系的那个对象，你们之间的想法，对于这段感情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你的部分。那你常常可能目前你会觉得这段关系对你来说有一种价值观或信念，或者是常常争吵，然后意见不合，然后或者是你觉得有一种这段关系带给你有一种非常多的伤害，那你也会觉得对方其实是一个可能是伶牙俐齿，或者是会酸言酸语，然后或者是他会觉得他就是对的，然后你好像就是错的这个，你会有这种感受这样子。那这段关系带给你的伤害其实蛮大的，然后你可能会一直觉得无法好好的休息，然后常常都可能我觉得这段关系其实已经带给你困扰蛮久的了，那你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然后你现在也很想要离开那个对你来说其实已经是噩梦，或者是你觉得这段关系你已经无法再忍受的状态。那这是一个我从牌面上看到选择选项2的朋友们，在感情中目前你们的关系，然后或是你自己本身的感受，你会觉得无法就是好像好好的睡觉啊，然后觉得有一种好像你们怎么样都吵不完，然后好像为什么2个人意见总是不同，然后觉得很痛苦。那我看一下对方的状态，那对方他现在其实也是一种很想要平静，然后不想要再争吵，然后只想要就是先让彼此冷静，然后也想要就是离开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他可能不想要再继续争吵，这都有可能，不一定是可能2个人，就是你跟对方的状态都是，如果你们想要选择继续在一起，就是你们已经不想要再为意见不合或价值观不同而去争吵，你们都有可能想要找到一个解放，但是也有可能是说你们2个彼此都想要从这一段争吵的关系中脱离或是离开，就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影响到你们的生活了，然后让你们没有办法很稳定。
然后以对方的角度来说呢，他也会常常会觉得你不够稳定啊，然后不够成熟或稳重。那这是一个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就是他可能会希望你可以更稳定、更务实，然后你也会希望他可能不要那么的管你，意见不要那么多，然后所以你们可能会因为这样的差异，然后彼此有一个非常大的冲突，然后一直无法调和。那所以比如说感情的，我们在谈感情的时候，在读这个牌阵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你们对于这段关系中，其实都会感觉到是一种言语上或意见上的不合带来的伤害跟痛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难去解决或消化，好像彼此都只能各退一步，或者是离开这一个冲突啊，然后可能有时候是假装没看到，或是吵过了之后呢，两个人彼此冷静了，然后可能又不想要再继续谈这件事情，可是又会不小心又吵起来的状态。所以其实两个人都是一个，我觉得都蛮痛苦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到一下，就是你们这段关系的连结跟改善的部分会是什么？那其实呢，你们之间的那个能量的流动啊，跟连结啊，就是在看你们彼此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你们两个其实现在都属于一种正在防卫的状态，意见不合啊，然后可能双方都想要坚持某种立场，然后不想要放弃自己的那个立场，然后觉得自己的部分才是对的，然后也会觉得说两个人在这一种状态下，其实都是一种不是很冷静的状态，或者是过度理性。你们一方面可能会希望就是好好的把事情谈好，然后就是可能我的立场是什么，我的意见是什么，然后就好好的用很理性的方式去处理这段关系。可是两个人因为都在一种就是坚持自己的理念或者是意见的状态下，而失去了那一份包容跟爱情的基础。那我在看到你们这段关系的连结的时候，就是各自的牌的时候，就会有很大这样的感觉。然后在一个关系上的连结的时候，也又出现了重复的主题。那目前其实你们最大的那个阻碍啊，就是你们可能两个人理性都很强，然后在压抑情感，然后只谈很理性的部分，然后因为过度分析啊，所以在这种很逻辑、很理性的状态下，其实就是刚刚有说到，就是那一份柔软就会消失。那在感情中，其实有很多东西它是不那么理性的，它是比较动物性的，比较情感面向的，然后它需要更多的理解，然后或者是说去包容。那这就是你们目前关系中很需要去调和的一部分。可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目前其实这个争执的关系已经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放下那个防备，其实真的不是非常容易。所以会觉得说，在这一段时间，就是你可以先，你可能你们彼此都拉开一些距离，然后去想想，就是以前的那一份情感，那或者是情感刚开始的时候，对方吸引你们那一部分，还有你柔软的那一部分。那当然，
在一段感情中，我觉得不管你做什么选择，其实它都还是回应到你自己，就是有没有能力去成为一个柔软包容的人。那它是在一个人的面相里面，我觉得也蛮重要的特质。那这就是目前看你跟对方的关系中，然后你们必须从这段关系中去学会的一个功课。所以或许就是有可能啦，就是你们可能两个人都会有点不想要再压抑那个情绪或是情感面，然后想要可能真正的把自己的意见就是表现出来，然后不再压抑自己真正的感受。那因为你们两个可能都是一个比较过度理性的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种冲突啊，反而它会是一个契机点，就是或许你可以展现你的内在的脆弱，或者是表现出你真正的感觉。比如说就是就是当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讲说什么什么，因为我认为是这样这样这样，可是或许可以改成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让我感受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或是说这件事情你这样子想，或是这样子说会让我很伤心，就是去表现出自己的那个情感的脆弱面，不是要你示弱，而是去承认那一份感受或那一份情绪到底是什么，然后它会带给你们之间的关系很不一样的那个算是一种调剂或是转化。因为只有当你可以真正的去认清那个你自己的情绪，比如说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你这样说让我觉得很伤心，或者是你这样说会让我觉得我自己不被看重，不被理解。那把这些东西，其实它才是常常是吵架这种冰山底下最深层的原因，去诚实的面对它，直视它。有时候它会带来可能你会意想不到的一些我觉得可能是个契机，然后也有可能让你会有更多自我的认识。那其实这一段关系带给你的一个功课，其实也会是接下来其实也是你会继续去评估到底这段关系对你来说是什么。那我觉得它有一个层次，就比如说不管你们要不要继续在一起，可是你好好的面对你自己深层的那一个情绪之后，我相信那个对方的回应也会让你知道，就是这段关系到底有没有必要，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再继续下去。那未来的3个月的走向，其实也会是你们两个彼此可能都需要暂时休息的状态，也不急着推动。可是可能就是会有那么一个时机，是你们需要去表现出自己真正的感受。那塔罗牌这边的建议的部分呢，就是要去放下那个对于胜负跟控制的这个心态，就是我跟对方吵架，到底真的是想吵赢什么？是想证明自己很聪明吗？还是证明自己就是才是对的？或者是说，其实你有一些看不见的情绪，想要在这一段争吵中被对方发觉？可是其实我会从牌卡中，或者是我的人生经历中去鼓励你，就是或许去看见自己真实的那一份渴望跟情绪，也会是在这一段关系中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因为其实并不是说言语上的意见的不合，两个人就无法走向长远或者是稳定的关系，
而是在这一份不合之间，你到底可以听见对方真实的情绪跟感受是什么，或者是你自己的情绪跟感受是什么，然后去辨别到底就是你的内心想要被听见的什么。那我觉得就是目前这一组牌带给你的一个很大部分的建议。那这一段关系它会带给你的一种转变吗？其实是让你更成熟的去面对自己那一份很浓厚的情感。就是这一组牌看起来你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理性的人，可是其实这样子两个人理性的人在面对到关系的时候，用理性跟这种逻辑的东西去处理感情，你们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当你们意见一致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觉得这样很棒，或者是对，就是我们是一致的。可是一旦不一样的时候，你们就要去面对，就是如何用那一份柔软，然后另外一种东西去支撑这一份感情。那可能就是你们两个都必须去发掘到真实的那一份情绪，其实是一直存在你们心中的。那在这一段感情中，你会去学会的，其实就是那一份知道自己其实是有情绪、有感受的，然后知道自己是那种有很多柔软的地方需要被照顾的人。然后所以呢，这一段关系带给你的会是一个非常全然不同的转变，你会有一个重生的过程。那以上其实就是这一组选项2的朋友目前在这段情感关系中会面对到的，然后跟去理解到的一个功课跟成长。那最后给这个选项2的朋友的一个神谕讯息呢，就是你真的透过这一份情感经验去发掘你内在那一份丰富的情绪与感受，正在你心中想要告诉你，请你看见它。好，那以上就是选项2的朋友的解释。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读，或者是你对于这一份情感关系有什么样的想要回应，也欢迎留言给我，或是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那就下次见咯，拜拜。好，选到选项3的朋友们，那目前你跟对方的关系还有没有进展的机会？然后双方的想法跟状态是什么呢？该如何去面对它？那我先看一下你跟对方两个人目前的状态。那先从你的部分开始。你目前其实正处在一种非常的疲惫跟防备的状态，然后可能也不想要再面对这个关系的责任，然后因为你已经受了很多伤，或者是你想要从这一个状态中慢慢的离开，就你不想要再管这一份关系或是责任，然后或者是说你可能有一个很受伤，然后很防备，然后已经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段关系的状态。那从这个牌面来看的话，你对对方的看法，其实感觉上你好像有点不太信任他，或者是说他有做了某些事情让你非常的灰心，然后你也对这段感情其实没有什么希望，因为其实你是渴望的是那种很丰富的爱的关系，可是这段关系并没有给你这样子的感受，所以有可能是你很失望，或者是你也开始怀疑对方或许有别的对象，或者是你可能没有那么信任他，就在
感情基础上好像已经慢慢的变得比较小，比较浅薄这样子。那目前可能你也是一个急于很想要做各种行动或者是动弹不得的状态，因为这两股能量其实是会有一种交叉反复出现的关系。那因为从牌面上来看的话，你想要挣脱掉这段关系，不想要再对这段关系负责，也想要好好的去先把自己保护好，然后不想要再那么的委曲求全，或者是去配合对方。然后因为这一份行动上，你可能会有很多冲动的想法或念头，或者是真正的行为出来，都会让你觉得这段关系对你来说是有一种失控的感受。那从对方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对方目前的状态。好，那我先看一下，就是其实对方应该是一个还蛮强势的人，就是他可能一直都是这一段关系主导这段关系的一个角色这样子。那可能很多时候你都要以他的意见为主，然后或者是他会给你蛮大的压力，或者是一种掌控欲的感觉。那他可能比较不是那种可以讨论或沟通事情的人，虽然一开始在关系的初期，或许这样子的特质会让你觉得很有魅力，然后可能也是一个很有想法跟主见的人，可是在这段关系进展到一阵子之后，就是这件事情就变成让你蛮有压迫感的一个状态。那目前对方对你的看法，其实也会觉得你有一点点好像犹疑不定啊，或者是有点软弱的状态，然后或者是可能他会常常也会有点可能稍微比较贬低你，然后会觉得说你好像都那么模糊，好像不太清楚就是你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可能在情感方面也是有一种可能过度的付出委屈，然后可能对方只是会觉得说我又没有要叫你这么做，然后所以他可能也会觉得说在他的眼中可能会觉得你稍微比较软弱，或者是他会觉得你情感过于可能某种丰沛啊，或者是过于的一种可能比较依赖感。那这可能都是从这个牌面上有可能发展的能量状态来看的，不代表说你就是这样子的人，只是说对方可能对你的看法也会觉得说你可能是一个不够可靠的人，然后可能飘逸不定这样子。那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他目前对这段关系的一种看法，也是其实会觉得你们彼此好像有一种分道扬镳的感觉，就是两个人其实以前可能有曾经真的非常要好过，好像是那种同甘共苦共患难的关系，可是目前好像就是那种真的彼此都走向了不同的目标跟道路，然后方向也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也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就是对你们的关系不是感觉到那么的可靠跟稳定。那这个是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你们两个的关系，你们两个的状态以这个牌面来看结合起来，就是你可能常常会觉得他太过于强势，然后你压力很大，然后你可能很多事情都要配合他，你可能也会有一种觉得不想再继续这段关系，然后对方可能也有一种想要，可能如果他想要好像维持一种表面的和平啊，或者是他想要掌控这段关系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种其他
感情的可能性嘛，就是我在这一组牌读到的某个讯息是，你们彼此之间好像都没有很诚实的面对某个很核心的关系的议题，然后所以就是有点像是他在主导这段关系，可是你好像有很多内在的想法，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讲或者去表达，然后所以会有两个人其实有一种僵持在那里的感觉，然后彼此好像就越来越渐行渐远。然后我觉得你目前的状态就是处在一种即将快要就是扛不住了，快要爆发，然后觉得可能情绪上非常激动的时候。那在这个牌面上来看，你们两个的关系连接的部分就又重复的出现了这个权杖皇后的牌，那这是代表对方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我来看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其实这段关系是非常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非常主动，然后对你来说也很有吸引力，是一个很温暖很有热情的人，然后很有想法的人。可是在关系的可能进展到后面的时候，这个能量就变成一种操控跟强势。所以但这个也是其实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很大的一个契机，就是你可能比较不是那么主动的人，然后可能是由他先可能主动追求你，或者是说让他的这个热情的特质吸引到你的部分。那目前你们关系的一个连结啊，就是慢慢的进展，其实可能中间就是或者是现在正在经历一种两个人其实都有觉得对这段感情有点没有希望的状态。那可能原本可能就是还有一些可能热情或是激情的部分，但现在完全就是没有，就是只剩下一种很失望很遗憾的感觉。然后现在可能也会有一种两个人都对这段关系有点提不起劲的状态，那就是以牌面上来看的话，然后我觉得又反复的出现了一些跟所谓的诚实啊或者是真诚的议题有关的牌面，就是你们两个人可能好像都戴着一层面具，就是在扮演着一个对方认为的角色，那对方可能也是会把他自己的角色扮演好，可能就是一个强势有掌控欲的人，然后你可能就是一直配合他的人。那一旦这个角色的关系变化之后，你们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冲突，或者是有一种想要分道扬镳的感觉。虽然你们可能都没有让这个东西搬到台面上，就没有实际上的争吵，可是你们隐隐约约的觉得很多不对劲的地方，然后我不确定是哪一方可能都有，我觉得可能彼此都有一些不诚实的在面对这段关系的一个状况。那这段关系其实要你学会的一点是如何诚实去面对自己真实的感受跟情绪，拿掉那一层面具，然后在这一段关系中去学习到如何蜕变，如何去转化这一段关系。那所以以你们目前的两个人的关系样态来说，我会觉得就是我不确定你会怎么样去选择接下来的状态，但是你们两个人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你这一方会有比较大的一种失落感跟不想要再继续的感觉，其实比较强烈。那这一组牌呢，其实想要给你的建议是去发掘那一个就是属于无所畏惧的你的那个特质的部分，然后去发展更多关于你自己可能在创意的部分啊，或者是其他生活的部分。那其实这段感情对你来说也只是一个很初步的学习，
就是宇宙其实以这组牌面来说，我觉得宇宙在提醒你是从这一段关系中，到底你可以学习到的是什么？是那一份去诚实面对自己的心的状态。因为我不确定这一副牌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第三者，或者是一个不诚实的情感关系的面向。我觉得好像有这样子的能量在里面。那我觉得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一直都是情感关系中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功课。因为只有当你可以好好的面对自己跟面对对方，然后诚实的表现出你的感受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得到的不是只有这一份爱而已，还有包括你对你自己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放下的感觉。就是你会知道说，原来这就是我想要的，然后我不需要去压抑，不需要去配合，不需要委曲求全，我也可以得到我想要的情感关系。我觉得是这一份你目前遇到的这一份感情，他想要就是这一个灵魂想要带给你的功课是这样子的，就是它是一个要让你去学习到这一段感情中真正的真实的你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你可能在这一段关系中一直都没有很做自己的感觉，那因为可能对方也是一个很强势的人，那我不确定你有没有尝试过试着去表达或什么的。那以牌面上来看的话，就是你们两个人都是处在一种非常的可能情绪化，或者是一种不是很理性的状态。当然我觉得感情里面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的理性存在，可是说如何去承认自己的面向，就比如说我这个人的特质是什么，然后我很喜欢这样子，但当我表现出来的时候却不被对方认可，然后你选择了戴上面具，或者是去成为那个对方会喜欢的角色，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所以这一组牌的朋友们就是可以去练习找到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无所畏惧的去表现出自己那个面向吧，即使他看起来可能有点可能外人看起来可能有点莽撞，但是我觉得你自己的内心都会知道说，这就是你想要的，这就是你的很本质的部分。对，那只要你好好的面对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适合你的人就会出现，或者是这个人他可能就会对你改观。那不一定这个改观是好的或坏的，我觉得有时候不是以当下的这一个时机点去看待很多事情是对的，是好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个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我在这段感情中学习到了什么，我可以真正的做我自己吗？这是我想要的关系吗？可以试着这样练习问自己。那这段关系里面，就是你要去学会找回自己的那一份属于自己本质的那个面向，还有去找到那个关系中的平衡感。那就是不是那个对方你一定要听对方的话，或是对方一定要成为就是掌控很多事情的人。然后你要去理解到这个彼此之间到底对你来说这段关系的平衡，其实才是你我觉得最主要学的部分。那以上就是主要是牌面的解释。那最后还有一个神谕的讯息，神谕的讯息其实还是有回应到我前面有讲这段关系里面有一些不诚实跟操纵的部分，但是其实他在提醒你学会去知道如何在这一个关系中找到一个相处的艺术。
当你从那个想证明自己，想要成为对方看得起或者是对方认可的角色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欲望。那当你从这个东西抽离开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个能量才有办法自然的流动，你们的关系才有办法变得更好，或者是你在爱情这一部分才会有一个更好的质地，遇到更好的人，或者是这段关系再提升到一个更好的品质。好，那以上就是选项第3个的朋友们的祝福跟建议。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读风格，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感受，或者是可以订阅我的 YT 频道。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